尘埃落地，我做空霸国，为大夏争取20年国运。愚者，你疯了吗？没疯，直到今天，我终于找到这世间的真神了。你说的是商力？开什么玩笑？他连完整的人都不是，怎么可能是神？对真神不敬者，格杀！让商力没想到的是，基金会第一主神、世界财富之神，竟然死在了自己培养的塔罗会手上。塔罗会0号主牌愚者参见真神大人。你说我是真神？当天夜里，商力以所罗门的名义紧急召集了基金会所有成员。商力，你有什么资格坐在这里？所罗门呢？所罗门已经跟随神的召唤去天堂报道了。现在我是基金会之主，将带领各位继续与三金对抗。你说什么？所罗门死了？胡说八道！谁给你的勇气这么跟我们说话的？是我。那是塔罗会愚者。呵呵，罗姆先生，您还认得在下啊？商力说的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字面上的意思。所罗门对真神不敬，已经被我处决了。另外给大家介绍一下塔罗会的主牌们：1号魔术师，2号女教主，3号皇后，4号皇帝。10分钟后，塔罗会22张主牌全部到齐，屋内到处散发着凌冽的杀气。各位主神、使徒大人们，塔罗会已经尊真神为主，希望各位不要让真神大人失望，不然的话，今夜过后，世界可就要大乱了。今天如果不答应商力的话，我们怕是都走不出这间屋子了。想到这，包括汉尼拔在内的所有人低下了高贵的头颅。这就对了吗？大家以后就都是同事了，相信我们一定能将三金狠狠地踩在脚下。BOSS 出大事了！三爷说所罗门昨晚被塔罗会暗杀，现在商力成为基金会之主了。我的本意是将商力赶出大夏，再去对付世界各国的制裁危机。没想到啊，商大少又给了我一个惊喜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商力用这种手段上位，必然不能服众，基金会内部也将不再会是一条心。他既然送来了如此厚礼，不利用一下可惜了。传我命令，是时候给霸国致命一击了。大战一触即发，三金与商力两人都卯足了劲，在霸国金融市场展开了多空大战。果然如三金所料，基金会的成员们虽然明面上支持商力，但暗地里都跟着三金展开了空头行动。短短1个月，商力接手的90万亿对轰资金便所剩无几了。愣着干什么？继续给我加注！商先生，我们的资金只剩下2万亿了，剩下的账户也即将爆仓，我们失败了。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？我明明资金是三金的2倍，为什么会输？根据孩子们的调查，这次不光是三金，就连基金会的其他成员也大多在暗地里做空。他们不仅把本金赚回去了，甚至还盈利了不少。愚者，马上给我去暗杀他们，一个活口都不要留！不用麻烦，我们自己来了。你们什么意思啊？居然帮着三金来做空基金会，做空霸国？基金会不需要你一个大夏人来指手画脚，拿下。林阳汇报战况。这1个月，我们做空了霸国60%的金融市场、银行、房产相关领域，总盈利高达50万亿霸国币，加上之前的盈利，我们现有资金接近120万亿。此言一出，所有人都激动地欢呼起来。不过由于其他资本加入做空，剩下的40多万亿被他们截取走了。无妨，我们吃肉总要给别人留点汤喝。传我命令，继续做空。金总，基金会都已经被我们做空了，还不收手吗？这才哪到哪呀！我要做空的是霸国国运，我要霸国乃至全世界经济萧条超过20年。大夏该站起来了。随着三金的强势入场，霸国金融市场再次选择把网线停止交易。1周后，全球的金融圣地华尔街倒闭，破产了90%的公司。2周后，霸国街头莫名出现了数不清的流浪汉，2/3的人口流离失所。1个月后，罗姆宣布霸国国库空虚，资不抵债，寻求世界资本的合作。至此，大夏币替换霸国币成为国际通用货币，大夏的金融实力登顶世界之巅。同志，你可真是做了见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啊！是呀，有生之年能看到大夏登顶，老夫死而无憾了。我不过是做了一些微小的贡献罢了。那可太微小了，把霸国逼得退位让贤，放眼世界都没人能做得到。三金，之前是我不对，你不要怪我。没关系的，蒙老哥，你知道的，我这人从来都不记仇。无恨，这次做得不错。多谢三金先生点拨，若不是你，无恨此生怕实在难出头了。这都是你的功劳，若是没有我，商力也不会是你的对手。不开玩笑了，地主命我们来接你，车已经备好了，有劳了。很快，三金跟随几人来到上一世要预约才能进入的紫禁城。风老哥，这里怎么都没有护卫啊？地主难道不怕行刺吗？谁说没有了？只是咱们看不到罢了。冷风很厉害吧？但是在这里，就是10个冷风来了，也进不了地主的身。下一刻，一个身姿挺拔、自带王霸之气的老者走了过来。地主大人，都免礼吧。三金好，好啊！你的出身很神秘，故此我没有偏袒于你，但你的成就着实令我等汗颜啊！地主大人谬赞了。没有谬赞，你以一己之力对抗世界资本，
本，令我大夏短短几年成为全球金融强国。就是你现在说坐我的位置，我也该退位让贤。地主大人，这个玩笑可开不得。没有大夏作为后盾，我的做空也不会这么顺利的。没想到金融界的撒旦也会流汗啊！三金，你还记得我送给你的字吗？哪幅字？大夏之信，百姓之福。现如今，你当真称得上是国士无双了。来人，册封天龙星为五老星之首，日后带领其余4位为大夏再创辉煌。封冷风为大夏第一战神，护天龙星日后安危。是。大姐，来抓我啊！小丫头，看我抓到你，非得打你屁股不可。好了，你们2个要不要这么活泼呀？妈妈好不容易才答应咱们出来玩的。爸爸，我听妈妈说你这一路走来，跟玄幻小说打怪升级似的，从农村打到省城，又从省城打穿大夏副本，冲向国际，一路打到世界榜排名第1的国家。你再给我讲讲你的光辉事迹嘛？就是啊，你给我们讲讲嘛，我想听。故事还要从那张800万的彩票讲起。随着3金的讲述，两女听得如痴如醉，崇拜之情溢于言表。其实你们去翻看那些大佬的成功史，就会发现他们也都是一路打怪升级上来的。不过世界第一真的很难打败啊！爸爸也只是运气好而已。老公，瞧瞧你，一点没有当爹的样子。Boss， 我都快忙得焦头烂额了，合着你在这享清福呢？咱们老大现在可是世界首富，想想清福有什么不好的？和秘书，不如把我那摊子事也交给你打理吧。三金，你现在有2个女儿了，是不是还差个儿子传宗接代呢？我看是差个双胞胎，1双儿女才完美呢。家里女人多了也不好啊。好了好了，难得都到齐了，大家一起来合个影。茄子。